第66章魔女教派序列8。教唆者擅长诱发每个人心底的恶欲，擅长激化矛盾，挑起冲突，制造血案。描述的不够详细啊，看来职业者对这个魔药的能力不算太了解，但确实符合木序号惨案的特征。克莱恩视线上移，望向教唆者对应的序列9。序列9，刺客，能短时间内改变身体，获得羽毛般的轻盈且固化阴的视力和黑暗视觉。每一位刺客都善于躲藏在阴影里，有灵巧的步伐和将全部力量爆发在一击之内的能力。看完描述，克莱恩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迷惑。刺客的进阶是教唆者，这就和占卜家的进阶是擅长技巧性格斗的职业一样奇怪。有的序列途径是依次提升，非常正常，比如观众。有的序列途径为什么就会违背直觉和逻辑？也不一定，或许某些暗含的共通点我没有发现。比如刺客和教唆者都会给别人带来灾难，但占卜家那个我怎么都想不通啊。嘿，难道是甘道夫甘老爷子那一脉？加一点辅助性魔法后，其他技能点全部往力量和技巧上堆。克莱恩一边无声吐槽，一边默默摇头，将资料翻到了教唆者牵涉的隐秘组织灵智会那部分。灵智会，第5纪元，也就是本纪元初期才出现的隐秘组织。他们认为精神是人的本质，肉体只是束缚精神的牢笼。人会为恶，就是受到肉体的影响，必须通过灵性获得知识，让精神逐渐从肉体中解脱，再经过心体的层层考验，最终脱离物质的世界，回归最纯净最真实的自我，得到永恒的救赎。所以灵智会的许多极端成员以消灭他人肉体为目标，制造了不少血色浓郁的案件。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掌握的序列途径分为2种，一种是他们内部较为常见的学徒、戏法大师，一种是很少出现的刺客、教唆者。暂时没任何证据表明灵智会拥有序列7及序列7之上的魔药，灵智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不为人知晓，只能通过2种序列途径来分析他们可能的源头。1. 学徒、戏法大师，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第4纪图铎王朝的亚伯拉罕家族，不排除与亚伯拉罕家族长期联姻的塔玛拉家族这个可能。2. 刺客和教唆者，指向魔女教派亚伯拉罕家族、塔玛拉家族、安提戈努斯家族、查拉图家族、所罗门帝国黑皇帝、图铎王朝血皇帝、特伦索斯特帝国，以及倒吊人提过的雅各家族和阿蒙家族。第4纪被埋葬的历史里真的藏着非常多的秘密啊，也许还有非常多的真相。克莱恩看得感叹不已，深觉第4纪这段历史笼罩着浓重的雾气，而只是透过雾气看到的轮廓，就让人止不住的胆战心惊，似乎可以想象出一个非凡鼎盛的时代，可以想象出一个血色与诡异共舞、恐怖和扭曲齐唱的纪元。克莱恩无声吸了口气，前后翻了翻，没发现魔女教派相应的描述。他抬起脑袋，望向正用绿纸折腾手磨咖啡的老尼尔，诚恳请求道：尼尔先生，魔女教派又是什么组织？我在资料里没看到他们的介绍。老尼尔没急着搭理他，折腾告一段落后才呵呵笑道：你的保密等级不够，即使有邓恩的允许，也无法阅读那部分资料，甚至可以这么说，很多资料只在圣堂，根本没有保存于廷根市的查尼斯门后。等到哪一天你成为了职业者小队的队长，前往圣堂接受训练，才能够接触魔女教派的事情。我了解的也不多，只知道他们信奉原初魔女，认为这位隐秘的存在才是造物主真正的继承者，是自混沌中孕育，从造物主体内诞生的最初者，也必将是结束一切的最终者。他们的序列途径与此相关，因为要获得原初魔女的恩赐，向着这位隐秘的存在靠近，所以高层都是女性，这就是他们被称为魔女教派的原因。更多的情况不属于我这种正式成员能够接触的范畴，我只听说魔女们以散播灾难为使命，散播灾难，这倒是符合刺客和教唆者隐含的那个共通点。不过那位特里斯先生前途堪忧啊，这个途径后续的魔药似乎更适合女性。克莱恩微点脑袋，继续着阅读资料的历程。看完之后，他发现隐秘组织比自己想象的多不少，但仔细考虑了一阵，又觉得这非常正常。毕竟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年的历史沉淀，曾经又出现过非凡力量活跃的时代。按照资料提供的内容，克莱恩以年代法将那些隐秘组织划分为了3类。一是第4纪就诞生的古老组织，包括但不限于摩斯苦修会、密修会以及追随恶魔的拜血教、
资料上只提了一句的魔女教派。二是第5纪，也就是本纪元初期诞生的隐秘组织，他们或多或少与第4纪那些可怕的家族和教派有些联系，比如灵之会，比如信奉死亡的灵教团，比如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生命学派和以血腥祭祀在非凡者圈子里闻名的玫瑰学派等。三是近100-200年内才出现的新生组织，有极光会、铁血十字会、要素黎明和克莱恩最早听说过的心理炼金会。除此之外，还有些零碎的没做过什么大事的组织。班森和梅丽莎肯定想象不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危险，不只是战争。克莱恩摇头低笑，将那些保密资料叠放整齐，推给了老尼尔。与此同时，他在心里默默补了一句：我的塔罗会千万不要上榜啊。老尼尔根本没想到对面就做了个隐秘组织的首领，笑呵呵拿上资料，前往了查尼斯门。克莱恩坐在那里，想着自己要不要占卜一下教唆者特里斯的下落，可仅仅思考了10几秒，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毕竟只清楚对方大概的模样和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名字，这要是都能借此掌握到行踪，就不叫占卜家，得称预言家了。等到老尼尔回来，克莱恩收敛起心思，继续着自身的神秘学课程，以掌握更多的仪式魔法格式。这一天，他都在学习和练习里度过，没参与搜捕教唆者特里斯的联合行动。只听说来自贝克兰德的封印物2049由于一些特别因素将延迟出发，具体待定。因为昨天占卜赚了近2苏勒的钞票，克莱恩回家的途中花费时便是给班森买了1桶2升的恩马特啤酒，给梅丽莎带了新鲜出炉的柠檬蛋糕。克莱恩，我知道你对我们的重视，但确实没有必要，没必要总是在这些事情上花钱。班森看着装啤酒的小木桶，斟酌了下语言道。梅丽莎站在旁边，无声点头，频频点头。这大概就是我们消费习惯的不同。克莱恩好笑叹息道。班森，梅丽莎，不用担心，这是我用额外补贴买的。每周大概能有2到4苏勒，我总不能告诉你们，这是我帮人占卜的收益吧？他于心中补了一句。你的这份工作比我预想的好很多。班森愣了一下，中肯评价道。没错，甚至还能学占卜。克莱恩无声皮了一句，转身走向了厨房。在兄妹3人的通力配合下，丰盛的晚餐一一出炉。吃饱喝足，克莱恩、班森和梅丽莎就这样瘫在了客厅里，好一会儿才起身收拾、闲聊并学习。等班森和梅丽莎都睡了，我就前往灰雾之上看一看仪式效果。克莱恩边复习那些历史书籍，边分别瞄了哥哥和妹妹一眼。西区铁十字街下街，一栋3层楼的公寓沉浸于黑暗里，没有路灯，没有多余的光芒。忽然，有道人影从3楼某个窗户跃了出来，就像一根羽毛般轻飘飘落地，几乎没造成什么动静。他身体一拐，突的消失，仿佛融入了阴影里，只隐约呈现出轮廓。一路疾行，这人影来到了码头区，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堆货角落，认真观察了一阵，绕着那里转了2圈，这人影才离开黑暗，进入角落。可以看到，他有着圆乎乎、极具亲和力的脸庞，正是一手制造了木须号惨案的教唆者特里斯。感觉怎么样？角落阴影里走出一位穿黑色带兜帽长袍的神秘人物，嗓音有着明显的女性特点。特里斯露出和善又满足的笑容道：很舒服，那正是我梦想和追求的场景。我想我已经完成了任务，并且做好了提升的准备。那穿黑色长袍的女子微不可见地点头道：很好，依据承诺，我将给你序列7的配方和主要的3种材料，剩下的需要你自己搜集。没问题，特里斯早有准备般回答。那神秘女子抬起手，将一本书籍样的事物递给了特里斯。那本书籍有着古老而斑驳的青铜外壳，旁边则挂了把奇怪的心形锁。特里斯知道书籍里是配方，是材料，心情顿时一阵激动。他强忍着情绪，好奇地望向青铜外壳上书写的魔药名称：女巫。特里斯愕然出声，不敢相信那古赫密斯语书写的单词是这个。女巫？我将晋升为女巫？开什么玩笑？那名神秘女人捂住嘴巴，发出一阵低笑，好半天才回答道：你不是一直都很奇怪吗？奇怪我们的高层为什么都是女性？这就是答案。第67章回应。高空的绯红之月安静地悬挂在黑暗中，照耀着逐渐归于沉寂的大学之城廷根市。克莱恩立在书桌前，透过凸度窗俯视着清冷无人的水仙花街，耳畔听到远处有马车飞快却不喧嚣的驶过。他拿起有枝蔓花纹的银白怀表，
啪的按开，看了一眼，然后伸手将窗帘拉拢，让煤气灯偏黄的光芒更多的反射于卧室内。克莱恩不快不慢的转身，反锁了房门，合拢了闸阀，整间屋子顿时被黑暗笼罩，只些许透过窗帘的微红月光带来色彩，带来孕育了诸多民俗故事的夜深场景。在这样的环境里，克莱恩拿出一把申请来的银质小刀，于脑海内勾勒出光球，预先进入半冥想的状态。他积蓄精神，按照之前的练习，让灵性通过刀尖喷薄而出，并让他们跟着本身的移动与环境奇妙结合，密封了房间。他这是在防备等下可能出现的异常波动，害怕班森和梅丽莎因此被惊醒。接着，克莱恩放下小刀，逆时针走了4步，每一步都伴随着来自地球的皱纹。不变的嘶喊和呢喃袭来，不变的疯狂与痛苦加深。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在近乎半迷糊的状态下撑过了最难熬、最危险的阶段。灰白的雾气无边无垠，深红的星辰或远或近，巍峨的神殿仿佛死去巨人般屹立。克莱恩眼前的一切与以往相比，没有任何变化，几千上万年积累的寂静与古老扑面而来。不，还是有变化的。克莱恩默然自语，目光锁定了一颗位于近处的深红星辰，那是象征着正义的星辰。这颗星辰的深红接连收缩和膨胀着，幅度不大，但坚持不懈。克莱恩小心翼翼展开本身灵性，往那深红蔓延而去。两者刚有接触，他脑海顿时嗡了一声，看见了模糊而扭曲的画面，听见了虚幻而重叠的祈求声。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啊，你是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你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祈求您的帮助，我祈求您的眷顾，我祈求您让我拥有一个好梦，我祈求您让我拥有一个好梦，我祈求您让我拥有一个好梦。女性的声音不断回荡，层层交错，克莱恩的精神随之变得烦躁和杂乱，就像刚想入睡，却听见楼上正捶桌子砸地板的吵架。他按捺住情绪，用冥想的办法抚平着冲动，仔细辨认起眼前浮现的模糊画面。那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女孩，有着一头柔顺亮丽的金发。她正立于4团摇曳的火光前，尊敬低头，不断诵念。从扭曲的画面里，克莱恩勉强认出这是正义小姐。到了这个时候，他完全确认自己构想的仪式皱纹能精准的指向这里，指向自己。这让他充满了成就感，觉得自己从无到有的摸索很有成效。我就不自夸了不起了。克莱恩心情转好，只觉苍蝇般徘徊于耳边的祈求声都变得可以接受。他心中一动，尝试着将脑海内勾勒的回答通过那微妙的联系传递给深红星辰。我知道了。眼前灰雾层层弥漫，一道扭曲而模糊的人影立在最深处。他双眼位置流转着深红，声音在空旷无物的世界里不断回荡。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奥黛丽·霍尔突然惊醒，拥背坐起，脑海里竟是刚才梦到的画面。他清楚明白的知道，自己梦见的是愚者，那位高居灰雾之上的神秘愚者。这是对我清晨祈求的回应。很快进入观众状态的奥黛丽冷静分析着，虽然他不理解愚者为什么不当场回应，非得等到夜里，但还是被那一式魔法有效，被那几段皱纹真的有用深深震撼。以往他向黑夜女神祈求，可从来没得到过回应。愚者先生即使还不是神灵，应该也相差不多了。奥黛丽缓缓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既然对方是无法反抗的强大存在，他很快就将一些忧虑抛到了旁边，开始思考起接下来该做什么。第一，彻底消化掉观众魔药。我的扮演还算不错。第二，寻找心理炼金会。第三，看能不能从愚者先生那里得到读心者的魔药配方，或者心理炼金会的线索。不过，每一位神灵般的存在都有着属于本身的完整序列链条，不一定知道其他序列途径的配方。心理炼金会这种新生的非凡组织，也不一定有资格得到愚者先生的关注。脱离接触，克莱恩心情不错的坐到了青铜长桌最上手，他浑身笼罩着灰雾，往后靠住椅背，手握成拳的抵住嘴巴，回想和审视起刚才的过程。此时，这片灰雾的世界只有他一个生灵，除此之外寂静无声，似乎只能传递信息过去，无法借此调动这里的力量。那看来我之前的一个取巧思路行不通了。克莱恩不断清除嘴巴，无声做着总结。他原本的打算是，如果设计的皱纹和仪式有效，那就尝试能不能通过这种办法将自身和灰雾世界捆绑在一块，以此撬动这片神秘空间的力量。到时候他就可以自己向自己祈求，
从而取巧的绕过限制、谜团和危险，更加充分的利用灰雾世界。比如，他可以先举行仪式，向自己祈求法术的赐予，接着进入灰雾之上，自己响应这个祈求，给予恩赐。看来我还是想得太美了，我对这片灰雾世界的了解和掌握远没达到那种程度。克莱恩摇头自嘲，准备离去。就在这时，他看见象征倒吊人的那颗深红星辰也开始了收缩和膨胀，听到虚幻而无形的声音一圈圈荡开，正好遇上倒吊人举行仪式。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他就坐在青铜长桌的上手，伸手虚点向那颗星辰，灵性蔓延而出，触碰到了那不断收缩和膨胀的深红。他听见了倒吊人低沉重叠的祈求，也看见了模糊不清的画面。画面里，倒吊人身披纯黑长袍，站在4团火光之前，周围灵性城墙隔开着外来的影响。克莱恩没立刻回应，就这样静静看着，静静听着。你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我祈求您的帮助。倒吊人祈求完毕，等待了片刻，见没有回应，便开始解除灵性之墙，熄灭火焰，收拾祭台。到了最后，他伸手一抹，水光弥漫，充当祭台的桌子立刻焕然一新。水性法术，风暴的恩赐，倒吊人确实是，至少是航海家。克莱恩微微颔首，在画面消失之前，按照预想的方式将回应传递进了那团深红。阿尔杰·威尔逊正置身于罗斯德群岛的首府慷慨之城，他没和船员们一块去这里有名的红剧场，而是留在旅店内，紧闭住门窗，尝试起语者描述的那个仪式，熟忍的完成祈求。阿尔杰耐心等待了一阵，但并未获得任何回应。看来这个尝试不太成功，语者先生得换个办法了。他又是庆幸又略感失望的想着。处理好后续，阿尔杰打算去楼下要杯列朗奇，酒精有助于发挥暴怒之名的能力，所以风暴之主的带法者们都相当喜欢这种饮料。拉开房门，阿尔杰刚要走出，眼前突的一花，看见走廊之上是虚幻而无垠的灰雾，看见一道模糊的人影端坐于最深处，就像端坐于高高在上的王座。我知道了，熟悉而低沉的嗓音无形的回荡于阿尔杰的耳畔，让他愣在了原地，脑袋略感抽痛。阿尔杰的眼眸豁然转身，再看四周，却发现一切与之前没什么区别，依旧是踩上去会吱呀作响的地板，依旧是有了年头的墙壁烛台，依旧是不算太干净的走廊。我知道了，阿尔杰的耳畔仿佛还有声音在回响。他脸色变沉，握拳轻击胸口，但却没能说出对风暴之主的禁言。沉默许久，阿尔杰的表情恢复如常，只是目光又幽深了几分。灰雾之上，克莱恩没耽搁太久，等到残余的声音全部归于平静，他就以灵性包裹自身，坠入灰雾，坠入物质的世界。眼前光影飞快闪烁，如同几十倍快放的电影画面。克莱恩脑袋一阵眩晕后，就看见了透着绯红月光的窗帘，看见了轮廓朦胧的书桌和书架。他再次拿起银质小刀，解除了房间的灵性之墙，然后在一阵突如其来的风中，悄然打开门，望了眼走廊，见哥哥班森和妹妹梅丽莎的房间都没有动静，他才彻底放松下来。这转运仪式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啊，又隐蔽又神奇。克莱恩无声低语了一句，重新关上门，走向卧床。他明天的任务是和老尼尔一块去非凡物品的地下交易市场。第68章怪物。傍晚时分，车厢和马匹的影子被夕阳拖得很长。已经向班森、梅丽莎交代过的克莱恩在黑金吉安保公司用过晚餐，正与老尼尔一道乘坐公共马车前往码头区。他穿的是原本那身廉价正装，因为担心类似的场合容易发生冲突，要是弄坏了平时小心伺候着的燕尾服，那就不只是心疼了。当阳光染上燃烧般的感觉时，马车停了下来，依旧是那身古典黑色长袍和同色圆边毡帽的老尼尔，毫不在意别人目光的走向了斜对面的恶龙酒吧。哪怕酒吧隔得有点远，哪怕大门沉重合拢着，克莱恩还是能听到里面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这似乎是在为哪位英雄加油。刚有临近，他忽生感应，扭头望向了酒吧对面的货物仓库，看见楼顶隐蔽处站着一位身材魁梧、衣着制式的男子。这男子背着一个硕大的灰白色机械箱，手里提着一把构造复杂的粗长步枪，而那灰白色的金属箱子与同色步枪之间则有明显的管道连接。高压蒸汽步枪。克莱恩愕然低语，转头看着老尼尔道：
这家酒吧还能弄来这种武器，这可是军事管制品。虽然使用了提取的燃素，但高压蒸汽背包的大小和重量依然惊人，必须真正的铁血战士才能负担。而以它为动力推出的子弹拥有极高的速度，破坏力相当惊人，再配上合适的瞄准，几乎能等于劣质的狙击步枪了。什么？老尼尔眯着眼睛望了过去，同样一脸的疑惑。这里出事了！出事！克莱恩环顾四周，果然发现还有几位手端连发步枪的男子在搜寻着什么。怎么了？老尼尔靠近酒吧，问着守在门外的彪形大汉。那彪形大汉明显认识老尼尔，脸上肌肉一抖一抖的苦笑道：刚才酒吧差点被拆了，据说有个被通缉的家伙来购买材料，被人认了出来，于是就成这样了。我的主啊，他到底做了什么？有多么危险，需要被这样对待？看到那些枪，我的腿都软了，比和红发山妮鬼混整整一晚还软。他并不清楚被通缉者是什么身份，更不知道来这里购买材料的家伙们混杂着非凡者。被通缉的家伙，你知道他叫什么吗？老尼尔颇感兴趣的问道。叫特里斯。彪形大汉不太肯定的回答。教唆者特里斯。克莱恩恍然点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特里斯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乔伊斯·迈尔怀疑上，于是大摇大摆到地下交易市场购买材料，结果被机械之星或是代发者职业者队伍的线人认了出来，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他被抓到了吗？克莱恩点了点相应的黑色手杖，看周围的架势似乎是还没有。彪形大汉小幅度摇头，用下巴指了指对面货物仓库的顶部道：他抢在那些恐怖的家伙抵达前冲了出来。我没见过比他更能跑的人。其实你还没见到刺客的真本事，否则你就要被带去不可描述的地方接受再教育了。克莱恩腹诽了一句。交易市场还开着吗？老尼尔转而问起重点。刚恢复彪形大汉肯定的回答。那就好。老尼尔快走两步，伸出右手推开了沉重的大门。克莱恩紧随其后走了进去，差点被扑面而来的闷热和酒味熏倒。恶龙酒吧的中央立着一个拳击台，两位赤裸着上身的男子正在激烈搏斗，周围好几十号酒客则为各自支持的对象纵声呐喊，其中不乏一些粗俗之语。老尼尔没管他们，领着克莱恩绕过拳台，走向了后面的一间桌球室。桌球室内有两个人拿着球杆，说说笑笑，看到老尼尔推门进来，顿时安静了几秒，确认过来者，他们悄然让开位置，任由老尼尔和克莱恩通过身后的密门。连续穿行了好几个房间，克莱恩眼前豁然开朗，看见了一个有上辈子阶梯教室大小的地方。这里有人摆着地摊，上面堆满瓶瓶罐罐，也有人行走于前者之间，或审视，或交流，或比价。所有的收益要给4维因1/20啊！他是恶龙酒吧的老板，前代罚者小队的队长，比我年纪还大，是一个希望死于酗酒的老家伙。老尼尔嘴碎地介绍了一句。克莱恩想了想，诚恳评价道：一门相当赚钱的生意，因为成本就只是提供场地和庇护。如果你看中了某件物品，又没带够钱，那可以去找4维因借，当然他会收取非常高昂的利息。说到这里，老尼尔一时有些咬牙切齿。果然，就跟赌场一样，会提供高利贷服务。克莱恩拿着手杖，一边四下打量，一边好奇问道：4维因先生是一位航海家，代罚者小队的队长应该处在序列7这个位置。不，只是暴怒之名，廷根并不属于沿海，在这里，女神的教诲比风暴之主的强势。老尼尔嗤笑了一声，其实4维因有机会成为航海家的，但他害怕失控，选择了放弃。克莱恩正在问酒吧老板是不是有险些失控的经历，忽地感应到左侧有奇怪的现象，那里仿佛潜藏着什么，在低语着，述说着。克莱恩转头望去，看见了一位脸色苍白的年轻人，他穿着破旧的亚麻衬衣和劳工阶层特有的蓝灰色长裤，眼神非常涣散，却透着疯狂，正不断念叨着什么。他的灵感好高，或者扭曲了。克莱恩皱眉低语了一句。刚才引动自己灵感的正是对方的灵感。正常而言，灵感带来的察觉肯定会产生一定交互，几乎无法瞒过别人，但这个别人指的是施展了能力的通灵者，以及有类似特长的厉害人物。克莱恩这种非凡者其实很难依次辨别，只有对方的灵感高到了一定程度，或者出现不正常的扭曲，他才能发现。视线接触，那个脸色苍白、黑发乱糟糟的年轻人迈开脚步，
走了过来，带着一种半是梦游半是疯狂的表情。他停在克莱恩面前，怔怔望着对方。忽然，他高声笑道：“哈哈，死亡的味道，死亡的啊！”他话音未落，突的惨叫了一声，两只眼睛紧紧闭上，流出了血色的液体。啊！该死的！这年轻人捂着眼睛，抱着脑袋，在地上挣扎翻滚，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躺在那里喘息。而整个过程里，来往的顾客和摆摊的商贩竟没有一个人侧目。克莱恩按住半高礼帽，目瞪口呆地望向旁边的老尼尔，用行动表示着诧异和请教。不用在意，他叫阿德米索尔，一个孤儿，绰号是怪物。他天生灵感很高，经常能看见不该看见的事物，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所以常常胡言乱语，常常受到伤害。老尼尔摇头解释道：“他看得出来我这具身体死过一次。”克莱恩皱起眉头，压低嗓音，疑惑问道：“职业者、代法者，还有机械之星，都没想过吸收他进队伍吗？”“不行，我们都没有适合他的序列魔药。”老尼尔叹息道。“对，这等于天生固化了半个序列起始。”克莱恩好奇再问：“那他适合哪条序列途径？”“他适合的序列9叫做怪物，他的绰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可惜的是，这个序列途径只有生命学派才掌握了起始。”老尼尔低声回答道。他和克莱恩的交谈都尽量避开了周围的人，免得外泄信息给那些神秘学爱好者。生命学派，克莱恩回忆起了之前阅读的资料。这个隐秘组织出现于本纪元初期，具体源头不详，以师徒传承为主。他们具体的理论和信念同样很少外传。克莱恩只知道他们将世界划分为3层：绝对理性世界，又称绝对真理世界；灵的世界，物质世界。据说这个隐秘组织还出过先知，这不是应该对应占卜家的序列途径吗？搞不懂，搞不懂。克莱恩连连摇头，看着阿德米索尔挣扎起身，游荡向别的角落。他收敛起心思，跟在老尼尔背后，穿过了一个的地摊，发现上面有月亮花、金手柑、夜香草等植物和纯银、黄水晶、红宝石等矿物，确实比较齐全。克莱恩小声嘀咕了一句，他周围那些或老或小、或男或女的神秘学爱好者们时而顿步，时而分辨，时而交流，让这里颇为热闹。你自己逛一逛，我去付清账单。老尼尔指了指尽头的2个房间之一。好的，克莱恩不甚在意地点头。他提着黑色手杖，慢悠悠踱步到一个卖自制护身符的摊位前，认真看了一阵。正当克莱恩准备出声交流时，突地听到背后摊位有人在问：“这是牛齿芍药磨成的粉末？”“牛齿芍药？这不是观众魔药的辅助材料吗？”克莱恩若有所思，转身望向了询问者。对于这种材料，因为当时正义重复了好几遍，本就有心记忆的他印象极其深刻。第69章护身符。视线扫过，克莱恩看见了询问牛齿芍药的人，对方与他相隔不到1米，穿着黑色正装，戴着同色半高礼帽，掌中拿着镶银手杖，脸上架着金边的框架眼镜，气质相当的斯文。“是的，你需要吗？”这一小罐3苏勒摊主披着很有神秘学特色的深黑长袍，鬓角淡黄，眼镜斯文的询问者想了下道：“能便宜一些吗？我还要买别的材料，比如这瓶白边太阳花花瓣。”摊主思考了几秒，很勉强的回答道：“2苏勒6便是。我想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看到戴金边眼镜的男子不仅买了牛齿芍药，还买了白边太阳花等材料，克莱恩顿时觉得自己似乎想多了。不过他还是谨慎的轻敲了眉心2下，用灵视扫了对方一遍。“没问题，身体很健康，情绪还不错，先生你要保持啊。”克莱恩收回视线，转过身体，重新看向了卖自制护身符的摊位。在他的瞳孔里，那一个个护身符清晰呈现，有纯银的，有铁质的，也有黄金铸造的，但这些护身符之中，只有那么2-3件具备微弱的气场颜色，或绯红，或淡白，或金黄。这说明它们初步具备了灵性，说明这几件护身符有一定作用。刚才那一阵，克莱恩看得很仔细，确认自制护身符的摊主有一定的神秘学功底。他为不同皱纹挑选的不同力量来源没有一点错误，为不同力量来源确定的对应材质更是非常正确。当然，单纯的神秘学爱好者肯定会有疏漏的地方。克莱恩就发现摊主并不太了解皱纹本身，
不是说按照赫密斯语的文法将祈求的内容翻译过来就能算是咒文，咒文必须符合一定的格式，有独特的规律在内。另外的问题是，摊主为咒文、为力量来源选择合适的象征符号时，也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以至于几十个护身符里面只有那么2、3件完全正确，散发出微光。至于这2、3件的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克莱恩只能说有总比没有好。真正具备明显效果的护身符，需要制作者在雕刻咒文和象征符号的过程里，让本身灵性从刀尖喷薄出来。如果想要更好的效果，则必须用仪式魔法辅助，而这2件事情不是非凡者几乎无法办到。克莱恩思考般敲了敲眉心，用黑色手杖点了地摊的左上角2下道：这2件多少钱？他问的不是那些初步具备气场颜色的护身符，而是半成品，只有外形，还未雕刻咒文和象征符号的半成品。对克莱恩来说，完全没必要购买效果微弱的那几件，将半成品制作成真正的护身符才是他的目的。给班森和梅丽莎每人做一个避免恶难的护符，我自己的可以蹭职业者小队提供的材料。我是不是被老尼尔带坏了？想这种事情已经没有一点愧疚感了。克莱恩思绪发散的看着摊主拿起那2件半成的银质护符。这2件银质护符，一个呈长条形，中间有镂空，周围是一根根天使般的羽毛簇拥，雕工精细，非常漂亮。另外一个则简单朴素，几乎没有额外的修饰和纹路，就是象征着夜晚的一树上镶嵌着一个代表绯红的圆。作为外观党的克莱恩可以说是一眼就看中了他们。这个6苏勒摊主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他指着较为精致的那件说道。顿了顿，他摩挲了下简朴那件。这个5苏勒3便士，这太贵了。事实上，他们距离护身符还很遥远。克莱恩日常被班森和梅丽莎熏陶，开始习惯讲价。经过一番言语的争斗，他分别以5苏勒6便士或4苏勒9便士的价格买下了那2件银饰。暂时还只能算银饰，克莱恩如是想到。而这10苏勒3便士是从他终于领到的占卜俱乐部经费5磅里扣的。正到克莱恩接过2件银饰，揣入口袋，打算去别的摊位转转时，突然听见了一道柔和青涩的声音：先生，你为什么不买成品的护身符？克莱恩扭头望去，发现询问者是位15、16岁的少女，她穿着有不少蕾丝的嫩黄长裙，手里拿着一顶镶嵌缎带的纱帽。因为我打算自己制作护身符，你知道的，这是每一个神秘学爱好者的愿望。克莱恩委婉回答。他可不想让摊主认为自己是要抢生意，虽然他也考虑过以后要不要靠这份手艺赚点外快。那名少女有着天然卷的褐色长发，脸上的婴儿肥相当可爱。她用浅蓝色的眸子看着克莱恩，诚恳问道：我可以请教你该怎么挑选护身符吗？我是被朋友带到这里来的，来过几次，对神秘学很感兴趣，但还不够了解。我那位朋友再过一段时间就要满16岁了，我想挑选一个护身符送给他，因为希望是惊喜，所以没找他一块来。我提前有请教过他，但很多关键点回想不起来。克莱恩绅士的笑了笑道：那你希望挑选什么样的护身符？避免恶难的，远离疾病的，能够有金钱运的。不同的要求对应不同的力量来源，也就是不同的神灵，而不同的神灵又对应不同的星辰，不同的星辰则对应不同的材料。比如避免恶难的咒文肯定归属于恶难与恐惧的女皇，也就是黑夜女神。而作为神秘学爱好者，我们都知道黑夜女神的象征是月亮，月亮对应的金属则是纯银，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恶难，那就最好挑选银质的，有相应咒文的护身符，而且还要咒文的语言没错，格式没错，相应的恶难与恐惧女皇的象征符号，代表灵数、法术标识等没错，彼此的位置关系也没错。不过这就太复杂了，没必要讲给你听。克莱恩在内心默默补充道。那名少女听得眼眸晶亮，颇为疑惑地问道：作为女神的信徒，可以佩戴其他神灵的护身符吗？没有问题，神灵是不会在意这点小事的。克莱恩安抚着对方。他的没有问题指的是佩戴者，而制作者就必须小心了。风暴之主的信徒要是制作永恒烈阳的护身符，那多半会收获到浓浓的恶意。当然，这指的是需要有仪式魔法辅助制作的那种，其他的不必在意。那名少女明显松了口气。我希望是祝福她健康的护身符，这该选哪位神灵呢？永恒烈阳、大地母神，还是知识与智慧之神？
永恒烈阳和大地母神都没有问题，前者对应的是太阳，后者的象征是鹤星。克莱恩含笑说道，太阳的材料是金，鹤星的金属是铅，我建议选太阳，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带够钱。他之所以这么建议，是因为初步具备灵功的3件护身符里面，有一件就是太阳领域的健康护符。这不是……少女说到这里忽然停顿下来，警惕的望了眼沉默等待的摊主，她想了想，转而问道，确定了材料，又该怎么辨认皱纹和象征符号呢？你认识赫密斯纹吗？克莱恩反问了一句。刚接触了一段时间，少女不太好意思的回答道。那我帮你选吧。克莱恩用手杖指着那个黄金制作的健康护符道，无论皱纹还是象征符号，他都没有任何问题。少女提着裙摆，半蹲下去，拿起了那个边缘有阳光纹路的健康护符，只觉触感温润，身体都仿佛得到了放松。谢谢，谢谢您。他重新站起，感激的行了一礼。克莱恩哈哈一笑道，接下来就是你们之间的沟通了，我还有别的事情。说话间，他望了眼摊主，发现对方的眼神非常奇怪，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给自己回扣。暗笑一声，克莱恩没再管这件事情，不快不慢的将整个地下交易市场转了一圈，没发现真正的非凡材料。这时，老尼尔已还完账单出来，手中还拿着一个深色的木盒。看到克莱恩疑惑的眼神，他指了指镜头另外一个房间道，如果你想买或者想卖超凡材料，就去那里，毕竟没谁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买了哪些超凡物品。明白了。克莱恩仿佛在思考般点头，他暂时没有过去的需求，也就和老尼尔一块往地下交易市场外面走去。这些精灵花多少钱？忽然一道询问的声音传入了克莱恩的耳朵。精灵花，这也是观众魔药的配方材料啊！克莱恩心头一动，侧身望了一眼，再次看见了那位戴金边眼镜的斯文男士。怎么了？老尼尔略显疑惑的问道。没什么。克莱恩收回了视线，虽然他是职业者小队的准成员，但他并不觉得所有的非凡者都必须被吸纳、被关押，认为这必须是情况而定。其中，观众肯定是对社会、对王国、对世界没什么危害的类型，而且序列9失控的可能也非常低。出了恶龙酒吧，克莱恩与老尼尔坐公共马车离开了码头区，然后与北区分开，各自返回各自的家中。公共马车驶入水仙花街，停在了路边。克莱恩正要下去，突然看见一位穿灰白长裙的年轻女士准备上来。这位女士黑发顺滑，脸蛋较圆，眼睛细长，五官分开来看算不上出色，但组合在一起却有种温文又甜美的感觉。克莱恩注意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而是发现她的身体在轻微颤抖，不正常颤抖。小姐，你不太舒服？克莱恩抱着做好人好事的心态问了一句。那位年轻的女士猛地摇头，不，我只是太疲惫了。这时，后面下车的人开始催促，克莱恩只好先行离开。等到他站稳脚跟，才重新在一起刚才的事情，于是用手指捏了眉心2下，打算确认那位小姐真的没有问题。如果对方确实有严重的、快要发作的疾病，他会帮忙送去医院的。灵视开启，气场颜色浮现，克莱恩转过身体，准备望向那位温文甜美的年轻女士。第70章2-49抵达。哒哒哒，马蹄迈开，车轮滚动，开启灵视并转身打量的克莱恩没能如愿看见那位温文甜美的年轻女士，眸子内尽是棕色箱体前移的场景。此时，这一站点准备坐公共马车的乘客已全部上完，箱门紧紧闭着，逐渐远离。而在车厢内，20-30位人类因为相隔太近，气场彼此交叠，互相遮掩。在克莱恩眼里，简直五颜六色，光彩缤纷，委实难以分辨。他无声摇了下头，抬手轻敲眉心，关闭了灵视。对他来说，刚才是一种既然遇上，能帮忙就帮忙的朴素情怀。可要是已经错过，状况又不是特别清晰，那也犯不着总是记挂，耽搁本身的事情。沐浴着绯红的月光，沿着此时还算热闹的水仙花街，克莱恩漫步回到家里，看见梅丽莎坐在餐桌旁，就着灰芒明亮的煤气灯，埋头对付着学校布置的练习。他轻咬钢笔笔杆，微皱起眉头，正苦苦思索。班森呢？克莱恩随意问了一句。啊！梅丽莎抬起头来，茫然了几秒才道，他说今天转了好几个区，累得浑身都是汗，要好好泡个澡放松一下。好吧。克莱恩笑了一声，
突然发现梅丽莎穿着条自己从未见过的长裙，她整体呈米白色，有着时髦的羊腿袖，领口和衣襟边缘则镶嵌了薄纱荷叶边。除此之外，没有太过繁琐的设计，属于轻便日常型，将16、17岁女孩的青春感完美衬托了出来。新裙子，克莱恩含笑问道。这是之前他和班森强烈要求才定下来的消费。梅丽莎嗯了一声，刚从罗切尔太太那里拿回来，我想着等等肯定要洗，不如先试一下。克莱恩听得颇为疑惑道。罗切尔太太，这不是以前的邻居吗？梅丽莎点了下头，认真解释道。罗切尔太太其实是名裁缝，只是不太走运，不得不在家里帮人缝补衣物，过得有点艰难。我知道她手艺不错，价格也比去女士衣帽店买便宜，而且还很合身，就在她那里定做了新裙子，只需要9苏勒5便士，只需要几天。同样款式的裙子在哈罗德百货商店要整整1磅半。好节俭持家，妹啊，我知道你至少有一半的原因是同情罗切尔太太。克莱恩没去指责梅丽莎的自作主张，转而笑道，你什么时候去过哈罗德百货商店？那在豪尔斯街区，在占卜俱乐部附近，属于至少中产阶级才能消费得起的地方。梅丽莎一时语塞，好半天才道，是塞琳娜，还有伊丽莎白，一定要让我陪他们去。其实，我其实更喜欢齿轮，更喜欢有蒸汽和机械的地方。女孩子偶尔逛一下百货商店，挺好的。克莱恩笑着安抚妹妹，闲聊了几句，急着洗掉酒吧杂味的他快步上了2楼。正当他要回自身卧室拿换洗衣物时，突然听到靠近小阳台的盥洗室内有动静传出。不过几秒，班森一边擦着日渐后退的头发，一边开门而出。怎么样？有没有夸奖梅丽莎的新裙子？他瞄见克莱恩，微笑问了一句。好像忘记了，只是问了在哪里做的。克莱恩想了下，到班森顿时呵呵摇头，真是不称职的哥哥啊。梅丽莎刚拿到那条长裙，就舍不得放下来，好不容易弄好菜，洗过碗，立刻迫不及待的穿上，到现在都还没脱掉。他不是想等洗完澡再换吗？顺便将洗晾起来。克莱恩下意识用梅丽莎给的解释反驳了一句，则班森感叹道，这几天都比较炎热，他又在厨房忙了那么久，我想洗澡之后再写作业肯定会比现在舒服很多。也对。克莱恩一下恍然，和哥哥班森相视而笑。原来你是这样的梅丽莎啊，女孩子爱美有什么错，没必要找借口修饰嘛。他嘴角上翘，轻摇脑袋，走进了自己那间卧室。之后洗澡时，克莱恩隐约听见楼下有敲门声，心头顿时犯了嘀咕。从瓦斯计费器里取硬币的工作人员不是2周才来一次吗？难道是隔壁的孝德太太？不对，这位女士据说严格遵守着中产阶级的交往礼仪，不会在不合适的时间上门拜访的。疑惑中，克莱恩擦干净身体，穿上陈旧但舒适的衬衣和长裤，噔噔噔跑下了楼。他环视一圈，没发现任何陌生人，于是出声问道，刚才是不是有人敲门？悠闲看着报纸的班森笑道，是比奇·蒙巴顿，负责铁十字街的警察之一，问我们今天有没有遇上一位脸蛋圆乎乎的18、19岁男孩。呵，他还给了我们画像辨认。可惜啊，我和梅丽莎都没有见过，否则就能拿到赏金了。你呢，克莱恩？没有。克莱恩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教唆者特里斯成功逃出了码头区恶龙酒吧那一片，逃到了铁十字街和水仙花街附近，于是有了警察的登门询问。而弄到这一步，也说明抓捕教唆者的行动接近失败了。克莱恩没再多想这件事情，因为他还未开始格斗训练，射击也只能说刚刚入门，这个时候去考虑对付天生的刺客，简直是在拿生命开玩笑。这一晚他睡得很不踏实，总担心那位教唆者会潜入自家躲藏，制造另一起血案。幸运的是，水仙花街整夜平安，清晨的阳光驱散了所有阴霾。放松下来的克莱恩换上正装，戴好礼帽，提着手杖，一路来到佐特兰街，和接待厅的罗珊打了声招呼。上午好，克莱恩。罗珊欢快回应，压低嗓音道，听说昨晚的大行动失败了，抓捕教唆者特里斯的行动？克莱恩好奇反问道。罗珊重重点头，瞄了眼隔断位置道，好像是待罚者小队的线人在码头区发现了教唆者。本来他们的打算是等另外的非凡者和一支警察部门的特别行动小队全部抵达再展开行动，争取一下解决，不惊扰到普通人。
可惜那个教唆者非常敏锐，及时发现了问题，提前突围，成功逃走。这种时候，他们需要一位有追踪能力的非凡者，比如我。克莱恩开了句玩笑，当时并不缺乏追踪者。突然，邓恩·史密斯的嗓音响了起来。罗珊猛地扭头，看见队长穿着黑色风衣，轻靠着隔断门框，正用幽邃的灰色眼眸盯着自己。他忙举起双手，捂住了嘴巴，然后连连摇头，示意自己什么都没说。邓恩移动视线，转到克莱恩身上，沉思片刻道：带法者机械之星，以及我们职业者，一共超过6位非凡者，追踪受伤的特里斯来到铁十字街下街，发现了他的临时居住点。然而线索就断在了这里，无论是超凡手段还是正常的排查都失去了作用，他就像突然蒸发了一样，彻底消失了。需要我用占卜帮忙吗？克莱恩试探着问道。邓恩微微摇头，机械之星有窥密人，是一位不比老尼尔差多少的资深非凡者，我甚至怀疑他已经处在序列8的位置，只是不清楚对应的魔药叫什么。灵智慧能传承到现在，肯定有他们的特殊之处。克莱恩随口宽慰了队长一句。接下来的整个上午，他与之前一样，继续着神秘学课程，继续着历史资料和文献的阅读，继续着某些技巧的练习。眼见午餐时间即将来临，克莱恩逐渐有点心不在焉。又过了几分钟，他干脆收拾起了资料，听从肚子的召唤。就在这时，邓恩·史密斯来到文职人员办公室，嗓音低沉而醇和地说道：克莱恩，你和我去一下查尼斯门，封印物2到49分已护送抵达，之后的行动可能需要你对那本笔记的感应。好的，克莱恩起身回答道。他内心的思绪开始分成，想着那件封印物到底是什么模样，想着这趟行动会不会有危险。这样略显紧绷的沉默中，他跟着邓恩下了楼梯，进入甬道。执勤通过十字路口后，邓恩忽然停步，侧过脑袋，严肃说道：你跟着我做这个动作一直保持，绝对不能停，记住，绝对不能停，这关系到你的安全。说话的同时，邓恩屈起手臂，又伸展开来，伸展开来，又重新屈起，一直这么反复循环，没有间断。克莱恩茫然地看着队长演示，突的灵光一闪道：因为那件封印物的特殊。对邓恩异常郑重的点头，这样的动作能让我们第一时间发现你出了问题，而及时解救，就不会有生命的危险。克莱恩没再犹豫，跟着做起了屈臂伸展动作。如果这条手臂累了，那就换另外一条。邓恩又叮嘱了一句。2-49封印物还真奇怪啊，这样的动作到底能有什么意义？非常危险的样子。克莱恩念头闪动，慎重看着队长道：好的。他心里有着太多的疑问，但由于查尼斯门在望，只好强行忍耐了下来。再说，以我的保密等级，估计没办法知道详细情况，只能按照吩咐去做。克莱恩吐了口气，跟着队长邓恩来到了查尼斯门外的值守室。第71章滞涩现象。屈起手臂，伸展开来，克莱恩不断重复起这个过程，看着邓恩半侧身推开了值守室的门。队长的小心翼翼、高度警惕和那荒诞可笑的保护动作让他的思绪异常紧绷，就跟小时候走夜路经过坟堆那会的感觉一模一样。2级封印物，危险，需谨慎且节制的利用。职业者、正式成员都无法了解详细情况，不知道究竟有多么危险。紧绷之中，克莱恩难以遏制的想了很多。就在这时，他脑袋突然发木，仿佛处理器一下断电。克莱恩的视线里，一切都变得缓慢，就连自己屈起手臂的动作也是如此。他看见队长邓恩停住脚步，以慢镜头的方式一帧一帧靠拢了自己，看见对方缓慢伸出手掌，推了自己肩膀一下。豁然之间，克莱恩的思绪和视线同时恢复了正常，就如同刚才只是出现了幻觉。发生了什么？他茫然中犹带几分惊吓的低声问道。邓恩对着他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你注意观察。话音刚落，他便转过身体，走入了值守室。克莱恩紧随其后，看见里面或坐或站着4个人，其中一位是午夜诗人伦纳德，另外3位克莱恩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做屈臂伸展运动，没有丝毫放松。克莱恩、莫雷蒂和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间有奇妙的感应。邓恩粗略介绍了一句，然后他指着那3位陌生人道：这些女士和先生是贝克兰德教区的同行，护送着封印物2到49分过来，
这位是洛洛塔女士，序列8的掘墓人，同时也是一位神枪手。这时，那位30岁上下的黑发女士和善的对克莱恩点了点头。她有着不错的长相，没戴帽子，身穿类似男装的衣物，黑外套、白衬衣、黑色紧身长裤和同色皮靴，嘴角微有上翘。等到克莱恩打过招呼，邓恩才指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位男士，艾尔·哈森。和我一样的老家伙。他话音未落，克莱恩就眼睁睁看见那位身穿灰色对襟风衣的艾尔·哈森先生的屈臂伸展动作变得生涩，如同齿轮间少了润滑，或是关节长满了铁锈。什么情况？克莱恩呆愣之中，看见洛洛塔推了艾尔·哈森一下，于是那位先生的动作又恢复了正常。我刚才也是类似的样子。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恍然，这是封印物2049危险外泄的表现。如果没有被及时推醒，会发生什么情况？是不是会变成活死人？带着一个又一个的疑惑，克莱恩向很有中年男士魅力的艾尔·哈森问了一声好。博尔吉亚·邓恩指着最后一位职业者道，那是一位脸侧有刀痕的冷漠男士，他的褐黄色眼眸如同老鹰一样敏锐，不间断地打量着在场每一个人。我们出发吧，各位，尽快结束，尽快将2到49分封印起来。长相英俊但眼角已有皱纹的中年绅士艾尔·哈森起身说道。那么2-49呢？克莱恩好奇地环顾一圈，没发现有封印物存在的痕迹，当然被桌子遮挡的地方，没开灵视的他肯定看不到。好的，邓恩侧头对伦纳德·米切尔道，你负责驾车，这种事情最好不让希泽尔参与。他说的希泽尔是廷根市职业者小队负责物资申领和购买的文职人员，对方同时还兼职了马车夫，也就是克莱恩去韦尔奇住所见通灵者代理时驾车的那位。没问题，伦纳德收起了轻浮，郑重点头道。这个时候，克莱恩看见艾尔·哈森弯腰，从被桌子遮住的地方提起了一个铁黑色的箱子，那个箱子之上铭刻有璀璨的星辰和绯红的圆月，周围洋溢着无形的密封感，里面就是封印物了吧？不知道2049长什么样？克莱恩好奇地打量着那个箱子。咚咚咚，铁黑色的箱子内突然传出猛烈的敲击声，以至于它的表面都有一次又一次的鼓起。咚咚咚，那箱子内部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事物苏醒了过来，在那里猛烈砸门，一下一下都砸在了值守室每个人的心里。活的！克莱恩脑筋刚转，就看见队长邓恩的屈臂伸展动作出现滞涩，关节硬的仿佛灌满了胶水。来自贝克兰德的职业者博尔吉亚推了推邓恩的肩膀，让他的动作恢复如常。被2049影响后的状态很像在跳机器人舞蹈啊！要是全都被影响了，那岂不是尬舞天团了？还好，2049似乎一次只能影响一个人。克莱恩以吐槽的方式缓解着内心的紧绷，对手臂的屈起和伸展不敢有一点懈怠。他学着邓恩将手杖留了下来，跟在5位职业者身后，穿过甬道，登上阶梯，来到黑金级安保公司2楼。因为有伦纳德加快步伐，提前通知，罗珊等人都暂时躲去了3楼。对他们这些文职人员而言，类似的事情不算常见，但也绝对不会陌生。而另一位职业者科恩里则临时去代替邓恩看守查尼斯门，一直到上了马车，克莱恩才松了口气，疑惑地望了望窗外道：2到49分不会影响到街上的普通人吗？仅仅只是从地底来到马车附近的路上，封印物2049就造成了6次迟缓现象，其中自己获得了2次，分别被队长邓恩和伦纳德·米切尔唤醒。这个频率可以说相当惊人了。不用在意2到49分会优先对待周围5米内的人形生物，离得越近越容易被他选中，而只要我们保持至少3个人围着他，那马车之外路过的人就不会受到影响了。容貌姣好的黑发女士洛洛塔用一种慵懒的口吻解释道。奇怪的封印物。做着屈臂动作的克莱恩又一次发出类似的感慨。前往瑞尔·比伯家的路上，邓恩等人都没有说话，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彼此的状态，只有洛洛塔满脸的不在意，时而欣赏廷根市不太干净的道路，时而赞美几句贝克兰德的下水道系统。没过多久，那栋熟悉的建筑就出现于了克莱恩眼里。一行6人互相监视着，一步步来到3楼。瑞尔·比伯家的房门已贴上了廷根市警察局的标志，示意无关人等不得进入。邓恩一边做着屈臂伸展运动，一边拿出钥匙打开了新换的锁，
然后侧过身体，让提着铁黑色箱子的艾尔·哈森先行进屋。咚咚咚咚，铁黑色箱子内的封印物又一次开始了猛砸，比之前更加的狂暴，这让艾尔·哈森的手臂都开始控制不住的左右摇摆，让克莱恩甚至怀疑起那个箱子会被直接打穿。咚咚咚，克莱恩敏锐的看见队长邓恩的屈臂动作变得艰涩，正待去推醒对方，自己的脑袋却嗡了一声，豁然发木，他眼中的景象也瞬间变成了慢镜头。不是说一次只影响一个人吗？克莱恩的思绪飞快呆滞。这时早有准备的洛洛塔和博尔吉亚分别推了两人一下，思考能力复原，视线重归正常。克莱恩后怕的左右看了看，险些脱口质问，不是说2049一次只能影响一个人吗？还好我当时没停止屈臂伸展的动作。封印物2到49分进入狂暴化状态，每次影响人数上升到2人。可以确认，瑞尔·比伯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后裔。艾尔·哈森用一种机械化的方式描述道。洛洛塔则轻笑一声，看着克莱恩道，只要遇见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后裔，哪怕只有气息残留，2到49分都会变得非常激动，能力也跟着明显提升。我想你应该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不理解？克莱恩好奇问道。所以他是一个生物？洛洛塔笑了笑，没正面回答。等下你就知道了，只要瑞尔·比伯还没有逃出停根室，2到49分就会带领我们找到他。克莱恩只好收起别的问题，跟着几位职业者在房间内转了一圈。咚咚咚的猛烈敲打声里，他们锁住房门，走下楼梯，返回了马车。艾尔·哈森往窗外看了几眼，确认周围5米没有行人，然后将铁黑色箱子放到地板上，扭动了机械开关，解开了灵性枷锁。那凶猛的敲击豁然停顿，整个车厢内一片安静，甚至听不到每个人的鼻息声。克莱恩屏住呼吸，看见铁黑色的箱子缓缓打开，发出吱呀的让人耳酸的声音。哐当，箱子倾倒，一条棕褐色的细细手臂伸了出来，只有孩童的手指长短，2条手臂轮流前按，一个棕褐色的正常人巴掌大小事物一节节出现在了克莱恩他们眼前。它有着明显的肘关节、指关节和膝关节，他身上缠满了棕褐色的油渍布条，他脸上涂着红黄色的小丑油彩，他是一个长相怪异的木偶。2049抬起了脑袋，用纯黑色的无瞳眼眸望向了克莱恩，他缓缓咧开僵硬的嘴角，露出小丑般的笑容。